人生就是这样，起起伏伏，走走停停啊，有不同的朋友，有不同的交集啊。今天聚了，明天散了。一个人收拾了整整一天啊，基本上把东西连扔的在那个留的，大概整理了一下啊。今天做个道别。疫情的时候，在这个阳台上啊，一个人徘徊了几个月。天天在这边吹风啊、直播啊、喝茶啊，现在因为没有时间去打理这些花花草草，都枯黄了。我的越南邻居住进来的时候，这个房间空空的，只有窗帘，其他的东西都没有。那买了桌子、椅子、凳子、床，这床也搬不走，太大了。2米乘1.8米的，啊，乳胶床垫儿，啊，这里很多东西都是，啊，都是后来买的，这么多年，但不要的衣服就这么多，扔了很多，啊，把大部分的衣服都拿到平阳去了，这里还有剩了几件儿，这2天换洗的，因为没有衣服穿。这越南太热，不行。这里边有很多东西是扔掉的，我还保留的呢，我已经打好包了。这么多东西，衣服、鞋子、各种生活用品啊，被子啊，什么东西的，打包了很多。这么多年，因为越南这个天气比较凉快嘛，买了很多单衣啊，买了穿几天，然后觉得不舒服啊或者怎么样就扔了，然后。啊，搬了以后发现很多衣服都没有怎么穿，比较特殊啊，就是你习惯性穿哪件衣服了，就是洗又穿身上，2、3件衣服其实就能过1年，啊，衣服不停的买，就是每次回国是带了好几件，那这样的话就衣服越来越多了。记得我是2018年年底的时候搬过来的，那现在是18年不算啊，19年啊，2020年、21、22、23。现在24的第6年了，差不多在这整整住了5年多，啊，经过了整个疫情，啊，当然也有心酸，也有比较开心的时候，也有很多朋友一起聚在这里。当时我住的时候呢，是整栋一起租下来是2200万，疫情的时候房东给降了200万，就2000万。后来疫情结束了以后，我生意也不做了，然后我就给一个越南朋友去打理，然后他把其他的房间全租出去了。啊，我就留了这间卧室继续住，然后一直到今天吧。这间呢卧室呢，我是住到这个房间里，就是住在这里啊。里面来的时候什么都是空的，什么也没有，整栋房子呢啥都是空的啊。现在也是有很多越南朋友在楼上住着，比较安心啊。一旦习惯以后啊，就很难不太愿意改变，所以在越南我也没有。也没有搬家，也没有去住公寓啊，就这么一间小房子这样住着。啊，这里呢，我是熬了无数个日日夜夜啊。就以前电脑比较差的时候，一个台式机做视频的时候，就是非常卡顿，有时候一个视频就要搞1夜。啊，当然现在换了苹果电脑，速度快多了。越南的天气比较热，就是我经常是开着空调，然后开着电风扇，是我又是一个胖子，比较怕热，啊，当然这些画啊，墙上的画都是有很多朋友搬家走的时候，就是留给我的，等会儿我再考虑搬家的时候是不是再把它带着，啊，这里面的行李呢有很多是中国朋友，有几个中国朋友就是临走的时候。说是放在魏哥放你这儿吧。疫情刚发生的时候，那时候中国朋友还在越南住，他的行李啊什么没地方放，就放我这里了。然后这里也有一堆啊，这个也有一堆，还有很多行李啊。当时说是过一段时间还来越南，后来就是再也来不了了。当然，他不是没了，这个心情有点沉重啊，是在国内发展了就不来了。人生就是这样，起起伏伏，走走停停啊，有不同的朋友，有不同的交集啊。今天聚了，明天散了。啊，今天搬家呢，就是
也没有找人，我是一个人弄的，从昨天晚上一直一点一点的打包，然后搞了今天一天。等会儿我叫辆车就是直接搬到平阳去了。胡志明暂时告一段落，当然我会经常来胡志明，因为毕竟每一次来越南要先经过胡志明嘛，对不对？跟胡志明很多朋友也都道过别了。那紧接着就是开启了平阳篇，有在越南平阳的朋友呢，我们可以约了喝咖啡，约了喝茶了。现在突然下了雨了，这下雨天留客天，天想留我，好大的雨啊！胡志明这边很长时间没有下雨了。其实我最近一段时间一个人也挺忙的啊，可能很多人不知道，以为我很闲的，就到处都去啊。就有一个朋友也是通过一个老朋友加了我的微信啊，然后跟我聊天。其实我很喜欢跟别人聊天的，然后他就一句一句的问我回答的就比较慢嘛，然后我就跟他讲，我说你要是有什么问题，你一下子打字问我，你不要语音有时候我来不及听啊。我说你打字一起告诉我。然后隔了一会儿，他就说我你这个人太屌了，这个你算什么啊，对不对？然后看你朋友圈里也是天天玩，你哪这么忙呢？你屌什么屌啊？就给我来这么几句啊！当然了，我后来把它删掉了，因为道不同不相为谋嘛。当然也有朋友来删我，也拉黑我了，因为我有2个微信，另外一个微信呢就是专门加这个就是不常见面的好友。春节的时候呢，我就把这个微信放到越南了，我没有带到中国去，结果一个朋友给我发了问候的过年短信啊，我没有回他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哎呀，老魏，咱们不是一路人啊，就是我给你发信息你都不回我，然后就把我拉黑了啊。”我这个，其实呢，就是我觉得，如果说大家你在视频里可以跟我互动，视频里互动呢，我经常是回复大家的，但是如果说微信互动啊，或者说我为什么不把我随身的微信分享给大家呢？就是有很多朋友啊，他是有时候发很多语音，发很长，有的人又有地方话，我听不懂，也听不清楚，有时候，还有一些呢，他是，不管你在干嘛的，一个电话打过来了，那有时候在拍摄啊，拍东西的时候，那电话打过来了，就影响我工作，明白吗？所以我希望大家有事情可以留言。或者在视频里留言，我看到我一定会回复大家的。只要说你这个留言是有价值的你不要胡搅蛮缠的那种，咱们就不说了啊。就是你只要有价值的或者正儿八经的留言，你或者想问什么问题，我都会回你的。然后呢，就是我到了平阳之后呢，可能还会认识很多新的朋友，就是国内也有很多新的朋友来问我咨询我一些问题。那如果咨询我问题呢，你最好把你的情况说清楚比如说有的人在国内，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情况，他就是说到越南做这个好不好做，到那个好不好做，我怎么知道你好不好做呢？我也不知道你的情况。任何一个行业在越南都有人赚到钱的，也有人亏的啥都不是所以你要是想问我一些东西呢，咨询一些东西呢，老魏不是不愿意帮忙老魏也愿意帮你，但是你得把你的情况告诉我，你不能什么不什么也不说，然后就噼里啪啦问问题。那我结合你的情况，那给你一个建议，是不是？那还有一些东西呢，就是别人能做成功了，你不一定做得成功，所以呢，有很多事情不要问别人，自己动脑筋，自己来想自己来想问题，这个到底适不适合你做，你能不能做成功，你的优势在哪儿，你的缺点在哪儿，你能不能把你的缺点补充了然后把优点发挥得更好，那这个才是你来越南能够成事儿的一个关键吧，我觉得好，今天就给大家聊这么多然后我等会儿继续搬家。现在是晚上7点半找了这么大一个大卡车，因为下午的时候太堵了，白天太堵了，晚上正好没有那么堵现在搬过去，那个床垫好重啊，东西都好重的我们3个现在都累得出了一身汗现在搬的基本上小件都搬了，还有2个大件，半个多小时，还有一个洗衣机马上就搬好了。搬好了以后
他们开车去平阳，然后我骑摩托车，因为我摩托车放不上去啊。如果能放上去，我就跟他们车一起去了啊。出了好多汗，就想找个公寓啊。找个公寓以后呢，我这些东西都不要了，就拿着衣服就搬家了啊。但是后来找了一个商住两用的，就是楼上可以住，下面可以开店那种啊。这些东西就显得有用了，就必须要带着了啊。于是装了整整一卡车。一会儿就装好了，等一会儿我们就可以出发了。这是在这边住的住户，我们这边住了很多越南人，啊，只有我一个中国人。现在已经全部搬好，该丢的都丢了，然后他们开车去平阳，我骑我的摩托去。现在是晚上的10点钟，车终于过来了。这个车早来了大概5分钟，啊，刚刚坐下来停一会儿，车就来了。等一下我们搬，估计要搬半个小时到1个小时，啊，弄好了的话可能要11点了。放这个小房间里，东西先放这里。现在搬了很多，好累啊！我们这个4楼特别高，啊，那个床也没弄好，要再等一等了。这么多太累了，因为爬4楼特别高。他们真的累得不行，等会儿要给他们点小费，不然的话我都觉得良心上过不去。哎，真是太辛苦了，好累啊！好累，好吧。这楼层特别高啊，特别高。现在是11点45分，我们整整搞了100分钟，1小时40分。现在他们回胡志明。OK， 拜拜。啊。非常累，我都已经累虚脱了，赶紧洗洗澡睡觉，明天再收拾了。好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，非常感谢您的欣赏，我们拜拜了。功夫外卖，满足您的家乡味。